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生少年》，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师。你喜欢重机吗？不管是Honda、本田、哈雷还是杜卡迪，就是你曾经在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梦想，想要拥有很多台或者是一台重机？那只要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台湾对于重机的市场非常的不友善呢？那所谓的大家都说的那个不友善，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一集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台湾的重机。你知道现在台湾的重机啊，这个价钱小嘎那个2倍翻。应该没有到2倍啦，就是一直往下跌。曾经大家都觉得这重机新车很贵嘛，所以很多人都去买二手车的重机。但是现在以前二手车市场，好比说，可能一台70几万的哈雷，骑个几年，你开二手市场大概是50几万，50几万之后呢，你就骑个几年，那台是45万，那就40几万、50万，就是在这个区间，那种 Sportster 那种车子大概就是这个价位。在疫情的那个时候，哇，就是真是一车难求。但像现在 Sportster 的48，它可能价钱已经会有时候跑到30几万去了。我曾经买的一台大概是二手的时候，我买45万左右，我卖的时候大概30多万，快40万。现在可能20几万。但最近我又买了一台车，当时的那台车，它大概基本上都是50、60万，而且你买不到。那个叫做凯旋的 Barber，1200cc，50、60万以前买不到的车，我40几万就买到了。你现在讲是要卖掉了吗？没有，我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现在是一个重机市场非常好入手的时候，因为现在的价钱真的是一个低到很开心的时候。但为什么这个市场的价钱会低呢？其实原因有很多种，而其中一种呢，就是很多人不玩了，退坑了，就是大家把车拿去卖。当这个市场的车多的时候呢，竞争者多，所以价钱就会往下降了。另外一种呢，也就是所谓的环境不友善。在台湾玩重机呢，其实有几种不友善的原因。首先，先讲第一种，价钱。很多我们喜欢玩重机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大家都说就是玩重机就是盘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看国外的重机，哈雷一台才多少钱？国外 B&W 一台才多少钱？我在日本买一台雅马哈的什么什么重机，那才多少钱？台湾呢？我以前在美国那个时候买一台哈雷，我记得也可能台湾的价钱大概一半吧。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税。台湾的税在国际比起来的确是相对高了一点。第一个就是进口税，先来个20%。第二个呢，就是货物税，再给你加上一个17%。最后呢，你只要开公司正常代理商买卖通通会给你来个营业税5%。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啪加上去之后，就会加在你的价格上面。所以大家在外面买是这个价钱，但是进到台湾，台湾的税金就会变成这么多钱。所以有时候也不是代理商的问题啦，进货的问题啦。我们希望这一期政府单位，希望你会看到，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后面非常多层面的问题，请看我一一解析。我们可以从官方的资料看到，台湾的薪水有高有很低的，但是呢，以平均中位数呢，大概是46000块左右。那如果呢，我们以去年台湾的白牌车销售冠军的话，应该是迪爵125，那它的售价呢，大概是66500块，平均呢，大概就是你存1.4个月，你就可以买到一台白牌让你通勤的迪爵摩托车。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在骑乘上下班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多巴胺的分泌，想要骑一台红牌的重机上下班，让你上下班不会这么枯燥、这么烦闷的话，你买去年的销售冠军雅马哈的 MT-09，它的售价呢是54万8，也就是说，相当于你要存下1年的薪水，你才能够买到这台红牌重机。也就是说，在台湾重机它现在会变成一种奢侈品，感觉好像大家就是有钱人才会去买重机。困境2就是重机的标签，很多人都有看过《山道猴子》这部片，许多人呢就骑到仿赛的赛车之后，就会想要像山道猴子一样去学卡普，也就是说像是一个猴子挂在树上，然后把身体侧到旁边，然后用膝盖去磨地板，也就是模仿赛道赛车手的这种动作。但是呢，因为你的技术不是很纯熟，而且同时呢又喜欢钻车道，所以导致呢很多人常常会看到就是136网络上有流传非常多勒残的影片，而且常常这些在路上陪掐的人，就是因为他身上都不穿护具，所以依照统计，大型重机每万辆的死亡几率其实是机车的8倍，8倍算高。物理学嘛，就是你本身重，速度快，所以你当然这个 level 就比较高一点。但是台湾的机车事故率已经是超越全世界了。我觉得很纳闷，我不知道为什么越南竟然比台湾低，到底是黑数的问题，还是没有统计到的问题？同时，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重机就是会很吵，就是很多人会去车队，然后出去炸街，跑，或者是在各种的快速道路上面，然后各种钻，所以呢，会导致非常多的民众跟很多人就在网络上就是骂重机。但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有蛮多台重型机车的，我基本上没有跟过任何的车队一起出去炸街过。应该是说我所有的排气管都没有改装，就是不会去故意把排气管然后改得很大声，然后要让大家看。然后再来是，虽然说我在台湾开车的时候，我的确是有被重机钻过车道，
但是呢，当我在起重机在快速道路的时候，我是一个极为守法的人，就是我每次都乖乖骑在一条线，因为我很怕被撞。但是我很常会被4轮的逼车，就是我觉得那已经有一点社会氛围，互相的不高兴。接下来，虽然我自己很喜欢重机，我会买重机，但是我极度讨厌一种人，把排气管改到很大声在炸街的人。那种人真的很讨厌，真的是就是骑重机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事，但是你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当然也不只是重机啦，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做卡掐也是妈改到冰冰。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政府环境部出手了，开始执行了一个法案，也就是说所有的改装排气管你必须经过环境部的认证，并且去登记使用。也就是说要到监理站去说，我这台车有登记，然后沿法规，但是这个法规才是出现非常多的乱象。好比说我今天跟原厂的代理商买到了一个合法报关进口的排气管，但是呢，政府单位在打执法的时候，就在很多路口把所有的重机拦下来，只要看到他的图片照片跟你的图片照片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要去验车，他给你开一个验车单，你就要请假，为了这张单子，你要再跑去验车。有时候最好笑的是，这台车它在美国生产的时候，在英国生产或在日本生产的时候，本来就没有防烫盖，因为现在的科技其实已经做到它的那个是做内外层，而或者是呢，它的排气管其实也不是脚会触到的地方，因为以前人家说防烫盖就是为了后面要载人啊，或者是旁边停车很近的时候，你的卡也是蒙掉啊，然后会直接赔啊落过来。然后有些排气管就根本就很高的地方，很奇怪哦，明明官方原厂生产就没有防烫盖哦。但是在政府的照片档案里面，既然会有防烫盖在上面，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没有防烫盖，就是反正就出现了很多网络上很多很坑的影片，大家可以去寻找。也就是说，执法单位他们有一个依据，台湾的重机骑士呢，又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明明乖乖守法，你现在这样说我不合法，就造成两边的争议跟两边的不爽又越来越多了。那一般的民众可能看到这边，你会想说如果政府给你的验车单，你就跑去验就好了。但其实它基本上是要罚款的。你的车子当去验车的时候，当你跟政府手上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时候，它是能够罚5400块，一路到连续开罚，罚到3万块以上。但是问题来咯，政府手上的资料它是正确的吗？这个很有讨论空间哦。以上这些事情呢，不只是车主跟车友们感到很纳闷，其实很多厂商也感到非常的纳闷。像我身处在制造业，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设备啊、供应商啊，就是都要交到国外车厂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台湾的环保法规已经是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极高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呢，我们台湾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进到7期环保法规标准。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啊，像我们德国啊、奥地利啊，就他们都还没有推出，就是欧盟第5期哦。我们台湾已经推到7期。但也认真想想，台湾的法规都哪来的？很多法规他们都是参考国外的，就是拿日本的啊、拿欧洲的啊、拿德国的啊，然后过来抄。然后抄完了之后呢，再自己加上一些更严苛的法规，20%的关税，导致许多国际上很多热门的车款它是无法进到台湾来的。这个时候就真的不是代理商不想进，而是台湾不给进。进来就是被罚嘛。你可以进啊，你进来就是被开单啊。这我曾经打过交道，就是说，你可以买啊，那你不能骑啊。我买车子我不能骑，我买在车里干嘛啊？你可以放在家里啊，展示。荒唐。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大车厂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还是会希望能够把车子卖到台湾嘛。但台湾有这么多的法规这么奇葩，就是许多车厂就会想说你台湾骑驾说没意思，然后他就直接退出了，或甚至呢有些人就直接不屑台湾的市场了，就说算了，你要进就进吧，你不进就自我放生吧。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车的品牌就是很在意台湾的。举个例子，Honda、本田、中一郎，好比说现在 Honda 新出的 CB1000 Hornet SP。它是一个旗舰的街车哦，但其实它的引擎是搭载 CBR1000RR 的 Fireblade 的引擎，而全球 SP 版最大的马力呢，它其实是来到115.6 kW， 也就是约157匹马力。但是 Honda 呢，为了符合台湾先进的环保法规，噪音、排气，就是为了这2个法规 ，Honda 总公司为了台湾这个市场，帮台湾改车哦，他就把它的动力数据下降到91.2匹马力。在7000转的时候，然后还有另外一台 CBR500R， 就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车。CBR 应该是我第一个骑重机的仿赛车。我以前小时候第一台仿赛的车子是 FDR， 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红牌。CBR500R 也是黄牌啊。那个时候CC数没那么高啊，还不到500啊。CBR500R 它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它为了想要进来台湾，在台湾的市场合法的贩售，然后让你以后验车不会被找麻烦、找毛病。原厂为了去改一个跟欧规不一样的规格哦，它做了一个白铁圆形圆筒型的排气管。这个呢，让它的马力多出3匹，可以达到50匹的马力。但是很多车友呢都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丑，不好看，而且非常显眼，不是很搭，很像电汤匙。果然上面的官员会影响大家的审美，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制造业的概念。当你为了一个比较小型的市场而去做这样子的改装，其实原厂他们还是有很多成本要吸收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便宜呢，一定是它的数量很大，然后它能够让它的模具让它的开发费能够摊提。为了做出一个能够让台湾政府单位能够看得过去的排气管，那最后那个价钱还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但你看哦，认真想想，我觉得 Honda 已经算是很有心了，跟其他有一些就直接不屌你的车厂，或者是直接跟政府抵抗的车厂，他甚至是希望能够在双方三方的坚持之下继续还是维护好台湾的这个车友市场，让大家有多一点选择啦。有一些人真的比较常常在一些容易被临检的区域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很安心的骑车。但其实你现在看起来一定觉得很荒唐，就是为什么我如果骑一台自己的车，我不能把它改成喜欢的样子？就是像我在路上穿衣服，为什么我不能穿我喜欢自己的搭配颜色？当然，我觉得可能一开始这个法案的发想的时候是好的，可能是真的会有一些太吵，然后或者是喜欢炸街的机车，这些人的确是应该被取缔。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一再的限缩这样的法规，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骑车的人数，而是影响整个生产链跟影响整个制造业。其实，在以前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就在车厂工作，我非常会修车。其实甚至在台湾那时候还没有红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车厂就会帮人家组一些大型的，就是重机。而在当时呢，其实有非常多台湾的改装部件是外销到世界各地的，不管是什么脚踏后移啊、排气管啊、电子系统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手把啊、后照镜啊、油箱罩啊。当时其实因为玩车的风气非常的不错，很多的台湾厂商呢，他们都会先在自己的车子上面试装，在台湾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之后才进到量产阶段。所以当时不管是钣金折床，或者是弯管机，材料商 CNC 车床周边的工作的供应链呢，它其实都会可以因为改装车厂而外销，不管是东南亚、美国、欧洲，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热络。但现在呢，就因为这样子的挤压之后，变成是第一个玩车的人少了，第二个喜欢动车子、喜欢改车的人他被限制住了，甚至他做出来的车在台湾不能卖钱、不能合法的上路，就被各种的问题刁难，那就会让这个市场跟后面的整个产业链它其实萎缩的非常的快速，浪费了很多很厉害的人才啊。台湾其实以前的改车完完全全是超越整个东南亚，到现在整个台湾的改车可能被泰国、被许多越南的移工改的电动车都改得比台湾还夸张。所以曾经在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就是立法委员提过一件事情，我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把很多车子车厂让它可以合法的改装化，它改出来的车子必须是在符合噪音法规、符合安全法规下，这个车厂需要受到更严苛的训练跟监控，然后帮人家服务做改车，这样车子才可以安全，就可以改出自己的个性。所以当它被取缔的时候呢，它必须出示一个自己的行车驾照行照，同时呢还有它改装的项目跟合法的店家。那如果今天这个店家不合法改装的话，那直接把它店拔掉。但是政治啊，不要碰啊！就算你今天可以改装了，但是问题来了，困境3，台湾呢就是拥有非常多的测速照相，像这么多这么密集。我相信这个在很多频道的许多就是骑机车的先辈们，他们都已经有先讲过了。他们的很多概念就是这边出过意外啊，这边死过人啊，不然我们就再加一个限速啊，这边车祸的次数很多啊，不然我们也再加一个限速。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骑重机的车友呢，大家都会打开一个叫做神盾的 APP， 大家都会听着那个 APP 说前方50公尺测速照相，然后很多人就会开始刹车，但是前面的人有听，后面的人没有听，所以突然想说，为什么前面要突然刹车？反而这样子更容易造成危险。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会容易造成危险呢？那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台湾的重机牌照实在太好拿了。因为台湾其实你只要去考过普通的重型汽车驾照，你就可以再去考大型重型汽车驾照。你只要花一些钱上1个礼拜的课，这个时数有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取得驾照。但是呢，这个通常都是一个人在驾训班里面，在一个封闭起来的场域里面，让你这样骑车，其实非常容易考过。我爸都有考过，连我都有考过，连我也过了，我们全部公司都考过了，就连这个我制作人他不太会骑挡车，既然考得过，你要骑在路上多危险，所以他从来不敢骑。我就是摆起来，鸡腿换驾照，就是你这种人。屁呀，我又没有上路。但像是我们有曾经下过赛道的人，他其实是会有一些安全指引，或者是安全规范，或者是有一些概念，其实在驾训班里面通常不会学到。车子你要保持什么样的角度啊？前后的距离，当你时速多少的时候，你要几倍的去拉开这个距离啊？你以前只有骑125cc， 突然你可以马上1个礼拜后，你可以骑200匹马力以上的车子，然后又想要幻想自己是赛车车手，就很容易雷惨，很容易出意外。125cc 的车才10匹马力。对啊，就10匹你突然变20倍以上啊，而且还有更大的哦。很多人连在弯道吹油门都不太会，这个概念都没有，你知道吗？啊，不是跟转弯要刹车一样吗？那转弯刹车是什么时候刹车？一开始在还没进转弯的时候刹车啊。因为你有跟我上驾训课对。但是呢，如果你心中有赛车手的梦，这个不是问题；你喜欢速度与激情，这个也不是问题。那就请你要到合法的赛道上面、封闭的赛道上面去做训练，去挑战你自己，或者是跟朋友们竞技。你都不应该在山路间或者是马路上。而台湾很可惜，就是能够跑赛车的就那几个地方，而且并没有这样子的文化。
不过其实最近啊，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一种分众市场。我上次去力宝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什么比赛哦，就他们就是一个赛道日，很热络哦，还蛮多人渐渐现在开始有意识，就是在赛道上面练习，就是那个的热络程度，其实比我们以前那个时候还要更盛行，而且大家的装备会自己带发电机啊，然后去做那个保胎啊，现场做一个批站的概念。自己会互相会维修啊，然后中间还有什么米其林的轮胎，还有赞助 sponsor 啊，这个氛围好像又有点大家就团结又开始起来玩。我们频道也讲过非常多次，赛车跟路上飙车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台湾如果能够好好的经营赛车运动，它的商业周边环境其实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重机是一个很好大家呼朋引伴、修揪去观光的一个好方式。因为有用旅行就跨县市啊，而且你也不会造成路上堵塞啊。重机你占的车道跟你汽车的那个量体当然会有差，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会让大家很反感，就是重机去停汽车的停车格。有开车的人都懂，我自己有开车的时候看到我很不爽。台中是有示范的，有一些地方是有开放机车停车格能够去停的。应该这么讲，我自己也是骑重机的人，我们真的也不想要去停汽车停车格，因为比较贵啊。不是贵的问题，没差那几十块。我们都有开车嘛，我会觉得路边车位不好停嘛，就是你也会自己会觉得，自己车站在那边好像不太好意思，但是旁边就是红线，那你到底要停红线还是停在汽车停车格里面？停车费差很多，而且你知道现在重机它下那个停车场，有的根本就不会开，就很可怜了。而在我提出这些种种原因，还有我这次并没有讲的一些底下原因，其实今年的重机市场的销售量非常的惨烈。2025年8月，依照去年同期的时候下降了33.9%，33.9%很惊人1/3不见。而大型重机的总挂牌数为1291台，这市场的确是完全在走下坡，所以也导致二手市场就是的价钱就是越来越往下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买重机的好时候啦。我个人的习惯就是，通常大家不要在一头热的时候去挤，就像以前什么劳力士、什么绿水鬼，就是那种炒到几十万的时候，不要去买。你就看什么崩盘，我就去买什么。你就算玩一玩再卖，也差不了多少钱。那说不定这个风气起来的时候，你还会赚。当然啦，还是有一些车厂想要找一些转机嘛。如果你家世代就是在做摩托车、做重机的，那你如果今天被台湾市场搞成这样子，你总不能就说那不然就算了，去做脚踏车吧，也不对吧？所以像是雅马哈的 X-Max， 他们就是有想办法把它变成是台湾的生产线，也就是把产线国产化。这个举动呢，能够下降一些成本，也能够下降一些税金，这样子呢，能够便宜21000块。的确呢，市场的反应也出现了还不错的成绩。降价呢，就是大家还是有反应的。话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钱啊。他们在8月的挂牌数呢，来到了160台，比上个月呢上升了70%。最后呢，回到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呢，我在工业产业里面算待过蛮长一段时间哦。我个人其实并没有这么喜欢，然后什么产业不好了，然后什么样市场不好了，然后政府就花钱来补助，然后或者是花钱来干嘛干嘛。我反而呢，有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全的市场，让市场呢去正常的发展，让真的有实力的人呢能够自己出头。但是有时候呢，太过奇怪或太过严苛的法规呢，它反而会让大家接触这个东西的机会少，反而认知就会不完全，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歧视跟不一样的对立。总而言之，我身为一个喜欢2轮也喜欢4轮的人呢，都希望这个环境能够越来越好，都希望呢这个政府单位的人你能够看到这支影片。而最后问题想要请教大家，请问重机现在如果降到多少钱，你会愿意买单呢？如果现在重机降价到你半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得到，你还会买重机吗？还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不会买？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你可以按喜欢，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的频道，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工业知识哦。这也是超认真少年，我是阿歹斯，下礼拜见，拜拜。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